多久没有真正走进一个房间，觉得松了一口气了？今天想跟你聊一个很深的心理循环，它藏在家里的每个角落，也在你的情绪里、身体里、注意力的缝隙里。很多人以为那些家里总是干净整洁的人，不过是更勤劳、更自律，或者时间更多一点。可真相要复杂得多，也更温柔。一个家能长期保持整洁，靠的从来不是拼命忍耐、咬牙硬撑，或者某种接近洁癖的执念，而是这些人很早就明白了一件事：你住的环境从来不是一块安静的背景板，它一直在反过来影响你，推动你的情绪、注意力、体力，甚至你对自己完整的理解。决定一个家是越住越乱还是越住越顺的，不是手脚勤不勤快，而是你有没有意识到，空间其实一直在跟你的大脑说话。先让我说一句很重要的话，如果你现在正一边听，一边想起自己桌上那堆杂物，还没洗的杯子，椅背上搭着的外套，心里已经开始不舒服了，请你先停止责怪自己。屋子乱不是懒，至少不全是。很多时候，它更像是一种状态的痕迹。压力太大，情绪太满，脑子太杂，或者你正卡在人生某个不上不下的阶段。最先掉链子的就是大脑的执行功能。什么是执行功能？说的直白一点，就是你原本能启动一件事，排除顺序，做完收尾的那套能力。它一旦往下掉，最先垮掉的往往不是工作，也不是社交，而是家里那些最不起眼却也最消耗持续性的琐碎小事。所以我们容易犯下一个大错误，把结果当成本质。看到整洁就觉得这个人一定勤奋，看到凌乱就认定这个人松散、拖延、不自律。这个判断表面顺手，实际却很粗暴。他直接跳过了一个关键问题：这个人此刻正处在什么样的身心状态里？更残酷的是，一旦你把问题归结成我就是意志力太差，很多改变还没开始就被你自己掐断了。因为你会认定这事跟我无关，我做不到，我天生不是这种人。但我要告诉你，真正的差别不在意志力，差别在于感受世界的方式不同。有些人不是更能忍，他们只是更早发现整理环境这件事。表面上是在处理东西，底下其实是在调节状态，降低噪音，安顿自己的注意力。要把这件事讲清楚，我们得先看一眼，每天住的环境到底在对我们做什么。环境心理学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，叫做可攻性。名字听上去有点学术，意思却很生活化。环境里的东西不只是静静地摆在那里，它们会天然地发出某种行为邀请。椅子让人想坐，床让人想躺，台阶让人想走上去，门把手让人想去拧。你可能没有在意识层面想这些，但你的大脑已经先一步接收到了信号。放到家里，这件事就变得更加微妙了。水槽里只要已经放了一个盘子，它发出的信号不是这里只有一个盘子这么中性，而是在说放着不洗也可以。椅背上挂了一件外套，第二件衣服搭上去就格外顺手。桌上多了一个快递盒，接下来收据、钥匙、遥控器、发圈、纸巾就会像被召唤一样，一个个靠过去安家。你可能也有过这种感觉，明明前2天看起来还行，怎么一转眼整个空间就像塌掉了。但乱从来不是突然发生的，它的起点常常只是一句先放这吧，然后整个空间的气氛就变了。它开始默许更多暂放，更多拖延，更多无所谓。到最后，你眼前的东西已经不是几个物品了，而是一整套先不管累积出来的结果。这个逻辑和犯罪学里风靡很久的破窗理论很像。一扇破了却没人修的窗，不只是窗坏了，更像是在对周围宣布，这里允许失序，这里没人管，这里可以继续坏下去。家庭也是一样的，第一个没洗的盘子，第一件没叠的衣服，
第一个随手扔下的纸袋，它们本质上不是什么大问题，可它们一旦存在，就会让整个空间释放一种信号，这里可以继续放任下去。很多家庭的凌乱，不是输给某一次大崩盘，而是输给了无数次等会儿再说。但环境的力量不是单向的，它也能反过来，你把空间整理干净，它同样会开始向你发出别的邀请。明尼苏达大学有团队做过一个实验，让一组人待在整洁的房间，另一组待在凌乱的房间，之后让他们选择零食，做一些日常行为上的决定。结果很有意思，待在整洁环境里的人更倾向于选苹果而不是巧克力棒，也更容易做出慷慨的决策。你想想，这里最耐人寻味的是什么？没有人给他们上课，没有人逼他们健康生活，没有人站在旁边讲大道理，仅仅是房间的状态变了，人的选择也跟着变了。环境不只是背景，它本身就在参与塑造行为。这让我想到很多人整理完房间后，会有种冲动想洗个澡，煮点清淡的东西，顺手把拖了很久的邮件回了，甚至终于愿意去面对那件一直压在心底的事。那不是你突然开窍，也不是忽然间变得上进了，更像是整洁本身，在替你把大脑里的秩序感重新扶起来了一点点。但环境带来的影响远不止在行为层面，更深一点，它会直接影响你的大脑负荷。普林斯顿大学神经科学研究所的相关研究表明，物理上的凌乱会让视觉系统承受额外的负担。说句更直白的话，那些散落在你周围的东西，哪怕你嘴里说我没在看，你的大脑也没有真正放过它们。没叠的衣服，没扔的快递盒，没洗的杯子，没处理的纸张，地上的袜子，床边的充电线，桌角那一团不想碰的杂物，它们会全部被你的大脑登记为尚未完成。你以为自己只是坐在一个有点乱的房间里，实际上你的注意力系统一直在被切碎，它要处理这些物体的存在，评估它们的意义，压住它们带来的提醒感，然后再试图把精神集中到别的事情上去。久了之后，你会累，会烦，会坐着没动，却感觉像打了一场仗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仅仅是简单清理一下桌面，就觉得脑子忽然亮了一点，呼吸也顺了一点。那不光是心情变好，而是你的认知负荷确实消减了。更现实的是，这种影响会一路往你的身体走。有人可能会说，我家是乱，可我习惯了。但身体不会因为你嘴上说习惯了，就停止接受压力。相关研究里，有学者追踪过一个人一整天的皮质醇水平，也就是常说的压力荷尔蒙。结果发现，那些把自己的家形容为杂乱，堆满未完成事项的人，整体压力水平明显更高。换句话说，家不一定都能让人休息。有些家外表看着是住人的地方，实际上更像一个持续发出低频噪音的场域。你在外面耗了一天，晚上回到家，本来应该松下来，结果视线一落到那堆东西上，你的神经系统又被轻轻拧紧了一圈。你说不上来哪里不舒服，只觉得怎么总也静不下来。明明是周末，却从没有真正休息到。很多时候，不是你不会放松，是你的环境根本没在允许你放松。更有意思的是，做家务这件事本身反过来能给身体一个降压信号。凌乱会往上抬你的压力水平，整理则会往下拉你的紧张感。这个方向是双向的，不是我们想象出来自我安慰的。你把东西收回原位，把台面擦干净，把水槽清空，你的大脑接收到的不只是视觉上好看了，更像是在收到一条内部通知，事情开始变得可控了，世界没有散得那么厉害，我正在把混乱处理掉。这一点也是很多每天会收拾的人真正的起点。你去问那些持续维持家里整洁的人，他们的回答其实很朴素。他们不会跟你讲系统理论，也未必说得出一堆心理学名词，他们只会说，收拾完脑子轻一点，心里不堵了，整个人舒服了。我们常常把这种话当成一句很虚的感受，
随便就带过去了，但它背后真真实实有神经和心理层面的基础。这里我想跟你分享一条我从动物行为学里看到的线索。动物在压力上来的时候，常常会增加自我梳理的行为，也就是清理自己的身体，舔毛、梳理羽毛、整理外表。这种行为几乎贯穿很多物种，而且它不只是为了干净，它更像是一种深埋在演化里的调节方式。动物在受刺激、受威胁、受压迫的时候，重复性的整理动作会帮它们把过度兴奋的神经系统往回拉，让自己重新回到可控的状态。放到人身上，这个视角让很多经验一下子说得通了。你有没有那种时刻，明明心情烦得很，明明事情还一团乱，结果你却忽然去洗碗、去擦桌子，或者一声不响把衣柜重新叠了一遍？那看起来像是在逃避，看起来是在做不重要的事，但也许背后的真相正好相反。也许你的身体比你更早知道，眼下需要一个重复、有节奏、有边界、能立刻看见结果的动作，来帮你的神经系统慢慢落回地面。水流、泡沫、布料的擦拭、折叠、归位，这些动作看起来稀疏平常，却有一种很微妙的安抚感。它们会让你的身体觉得，我没有彻底失控，事情正在被我一点点拿回来。那些每天会做家务的人，说到底并不是热爱家务，他们只是在一次次体验中，身体先记住了收拾完会舒服一点的感觉，于是大脑学会了把清洁和缓解压力连接在一起。再往下走，心理学里有一个很有名的概念，叫麦克白效应。这个名字来自莎士比亚笔下那个被罪恶感缠住、拼命洗手的女人。后来研究发现，人在做了让自己不舒服的决定，或者背着某种道德压力、认知失调、隐约不安的时候，清洁动作会在一定程度上减轻那种心理负担。你可以把它理解为，你的大脑并不把外部的干净和内部的清爽分得那么彻底。物理上的清洁有时候会被心理当成一种重新开始的信号，所以擦桌子不只是擦桌子，洗盘子也不只是洗盘子。对你的大脑来说，那很可能同时在擦掉一天下来累积的黏腻感，把情绪的残渣冲下去，给自己一个重置的动作。也难怪很多人会说，整理完以后心里像开了一扇窗。那不完全是修辞，某种意义上是真的。还有一个实验来自佛罗里达州立大学，研究的是洗碗这件事。研究人员让一组人在洗碗的时候有意识地感受水温、香味、泡沫、手上的触感，另一组人则按照习惯机械地把碗洗完。结果很有意思，前一组人的紧张感明显下降，精神状态也更积极。差别不在于洗没洗碗，而在于有没有进入这个动作。这个发现很值得回味，因为它说明家务并不天然等于消耗。很多时候，让人疲惫的不是动作本身，而是我们一边做，一边在心里嫌弃自己，一边急着结束，一边觉得这是浪费时间。但当你真的把注意力放到水从指缝流过的感觉，不擦过台面的声音，灰尘消失的那一秒视觉反馈上，清洁就会有一点像冥想，不是那种很悬浮的冥想，而是很具体的，通过身体把人拉回当下的方式。你在那一小段时间里，不用应付别人，不用做决定，不用回消息，不用为明天焦虑，你只是在洗一个盘子，收一张桌子，叠一件衣服。事情很小，可小也有小的好处。正因为它小，它可完成，它才能给你一种久违的踏实落地的手感。说到这，核心问题就来了。既然整理既能减轻压力，又能帮大脑降噪，又能让人清醒，又能让人对自己感觉更好，那为什么知道这些的人很多，真正每天在做的人却很少？为什么大多数人总要拖到看不下去才狠狠收拾一次，然后没过几天又打回原形？这里卡住的往往不是认知，
而是动机。很多人想打扫的时候，脑子里冒出来的第一句话是：完了，太脏了，得赶紧收，不然别人看到怎么想，我怎么连这点事儿都做不好。你听一听这些话里藏着什么，有羞耻，有责备，有别人的目光，有个我本该如此。这种驱动力短期当然能把人推起来，但它很难持续，因为它本质上不是照顾自己，而是在审判自己。心理学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理论，叫自我决定理论。它大致的意思是，一个行为要想持续下去，不能只靠结果诱人，还要满足几种基本的心理需求。这是我选的，我做得到，而且它跟我有关。把这个框架落在清洁上，逻辑就非常清晰了。很多人之所以总是断断续续，是因为他们做这件事时，内心的状态不是我想把这里照顾好，而是我必须马上把这里弄好。一个是选择，一个是义务，一个是在行使主权，一个是在交作业。两者动作一样，看着都在擦桌子，但心里承担的重量完全不同。那些每天会收拾的人，未必能把这个逻辑讲出来，但他们心里的状态常常更接近前者。他们不是在服从一种外部标准，而是在维护自己和空间的关系。说得再直白一点，他们做的不是家务，而是这是我住的地方，我想让它保持这个样子，这种感觉一下子就不一样了。另一个关键点叫做胜任感。打扫是一件极少有的，你投入之后几分钟就能看到结果的事。职场里很多努力，今天做了，可能要过几个月才能看见回音。但水槽空没空，台面亮不亮，地板顺不顺眼，你的动作一做，反馈立刻就回来了。那种我动了手，世界就发生了变化的感觉，其实非常珍贵。它会一点一点把人从无力的状态里拉出来。再往上加一层，是关系感。不过我这里说的关系，不只是和别人的关系，而是你和你自己的关系。你照料这个空间，其实就是在照料住在这个空间里的那个人。你把床铺平，把杯子洗干净，把灯下那一圈杂物清空，在某种程度上，等于是在告诉你自己，我值得住在一个让我舒服，让我安稳，让我不用一眼就皱眉的地方。当这种感觉慢慢建立起来后，打扫就不再只是劳动了，它会变成一种自我照料。一件事一旦被你亲身体验成照料，而不是惩罚，它就有机会持续下去了。说到底，能不能长期维持整洁，最后往往会走到自我认同这一步。那些每天收拾屋子的人，并不是真的热爱拖地，热爱洗碗，热爱把东西一件件归位。说实话，把家务当兴趣爱好的人终究是少数，可他们在某个时刻慢慢形成了一种身份感，我是会照顾自己空间的人。这个认同一旦立起来，动作就会变得更加自然，因为人天生倾向于做和自己身份相符的事。如果你心里一直认定我就是个很乱的人，那东西堆起来的时候，你会很容易就顺手放弃，甚至带着一丝认命地说一句，算了，我本来就这样。可如果你心里开始把自己看成我是会维持环境的人，那哪怕只是一个盘子待在空荡荡的水槽里，它都会和你的身份感发生一点点冲突。你会本能地觉得，不对，这不该是我所处的状态，于是顺手就把它洗了。别人看到也许会觉得你好自律，可你自己心里清楚，这根本不需要咬牙坚持，更像是一种顺手的自然而然的对齐。而且我要坦白告诉你，这种身份感不是天生的，也不是忽然顿悟出来的，它是一小张一小张的证据慢慢垫起来的。每次饭后擦一下桌子，每次睡前把客厅归位，每次进门顺手把包放回固定的位置，这些动作单独看都非常小，但他们会像投票一样，一票一票的把你到底是哪种人这件事投出来。证据积累够了，你的大脑就会开始改口，它会慢慢承认，好吧，也许你不是那个总在失控的人，
也许你确实是会照顾自己空间的人。研究里常有人提到，一个新行为平均要60多天才能更容易的自动化。我说这个数字出来，不是为了给你制造焦虑，也不是让你明天起立誓完美执行2个月。我只是想提醒你，别总想着靠一把狠劲把自己改成另一个人。真正有用的不是强迫，而是重复。不是一口气做很多，而是把同一个小动作做得足够多，重复到最后，你不再需要把打扫当成任务，它开始像刷牙、关灯、锁门一样，自然地划入你的日常。说到这，很多人可能会想，道理我知道，所以到底该怎么开始？我给的建议是，不要从我要把整个家变干净开始，这个目标太大了，它太容易把人压垮。你真正该抓住的是第一个盘子，第一个纸袋，第一件搭在椅背上的衣服。所有的大乱几乎都不是从一场巨大的灾难开始的，而是从第一份放任开始的。不要让堆起来成为条件，不要等到堆起来之后再花大把力气去拆。吃完饭就顺手洗掉那个盘子，用完剪刀就放回抽屉，快递拆完立刻把纸箱处理掉。你不是在做大扫除，你是在提前堵住混乱蔓延的入口。这2件事消耗的力气差别非常大。其次，别再拿打扫当一场和时间赛跑的竞赛。你越想着赶紧做完，赶紧收工，你就越容易烦躁。试着把注意力往感官的方向放一放。洗碗的时候，摸一摸温水的温度，听一听水流的声音，看一看盘子从油腻到清亮的过程。擦台面的时候，感受一下布划过去之后，那种平整的清爽感，哪怕只是多停留几秒钟，你的体验都会完全不同。你会发现，让你舒服的不只是做完了，而是我正在做的这个过程。最后，也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条，请你试着改一改。你心里对这件事说的那些话，不要再反复对自己说，太糟了，怎么又乱了，不打理就不像样了，你到底在干嘛？这样的语言，听多了，心会先累的。换一句试试看，我想让自己住得舒服一点，或者更直接一点，住在这里的我，值得拥有一个让我放松的空间。你看，动作还是同一个动作，洗的还是那个杯子，收的还是那张桌子，可你内心的重心变了，一个是在逼自己交差，一个是在照顾自己的生活。差别很小，但差别又很大。现在，请你闭上眼睛，试着想象一下，一天折腾到很晚，外面的应酬、工作、人情世故已经把你消耗得够呛了。你推开家门，不再需要先看见一堆没处理完的东西，不再被空间里的凌乱迎面撞一下。台面是清的，水槽是空的，灯光下面没有那种让人心烦的杂乱感。那个瞬间，家才真的像家，它会安静地告诉你，今天已经够累了，到这里可以歇了。所以说到底，那些每天把家维持得比较干净的人，并不是更有道德感，不是更高尚，也不是天生喜欢做家务，他们只是比你更早发现，环境会反过来塑造自己的情绪、能量、专注力和自我感受。他们也不是每天花好几个小时扑在清洁上，而是把很多事情提前消解在刚冒头的时候。他们做的不是无休止的清理混乱本身，而是提前阻止混乱做大。如果你愿意给这个方法一个机会，不要急着改动全屋，在接下来的7天里，只挑一个空间，哪怕是厨房的一角，你的床边，你每天坐得最久的那张桌子，或者你一直最想逃避但又最在意的地方，就选定那一小块，每天花10分钟，让它保持在你看了会舒服的状态。7天之后，你再认真地感受一下，早上走进去的时候，心里是不是不那么乱了？回家坐下来的时候，呼吸是不是顺了一点？做起事来的时候，注意力是不是没那么容易散？还有一个更隐蔽，但也更重要的变化，也许你会开始隐约感觉到，
自己已经不再像一个总在补救生活的人了，你在慢慢变成一个会安顿生活的人。说不定到最后，你会发现那10分钟并不是拿来做家务的，它反而成了一天里最安静、最能把你自己捡回来的10分钟。这也是今天我想邀请你思考的问题。你的环境现在在对你说话，在邀请你做什么？如果有一天你发现自己从不得不收拾，慢慢变成了我想让这里舒服，那可能就是你真正拥有那个空间的开始。在评论区里，我想听你聊聊，你家里最有代表性的一个先放这儿吧，是在哪个位置？也欢迎你分享自己试过的小习惯、小仪式，我们互相看看哪些方法真的能帮助自己和生活重新对齐频道。如果这一期的思考对你的空间和心境有用，记得点个赞，把它转发给一个你觉得可能也需要的人。别忘了订阅频道，后续更多自我成长、梳理内心的干货内容，我会持续更新，咱们评论区常交流。